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关公，这位从三国一路火到现在的超级大神。别看关公在三国里是个武将，那可真是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物。他不光是战场上的一把好手，更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守护神。这事儿得好好说说。关公，大名鼎鼎的关羽，字云长，山西运城人。这哥们儿在三国那会儿，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他跟刘备、张飞在桃园里头结拜，立下誓言，要一块干大事。从那以后，他跟着刘备南征北战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最出名的就是过五关斩六将，那可真是威风凛凛。他为了找回刘备，一路上连过5道关卡，斩了6员大将，这本事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还有那温酒斩华雄，也是让人拍案叫绝。那时候华雄那家伙可厉害了，把刘备他们打得节节败退。结果关公一出马，还没等酒凉，就把华雄给斩了。这一战直接让关公的名字响彻云霄，大家都服气得不行。不过关公最后还是没逃过命运的捉弄，他在荆州的时候被东吴的吕蒙给设计陷害，最后兵败被杀。这事儿让后世的人都觉得特别惋惜，但也让关公的形象更加悲壮。关公厉害，那可不是光靠武力，他最让人敬佩的还是他的忠义。对刘备那是忠心耿耿，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离不弃。对朋友那也是讲义气，桃园结义的情谊他一直记在心里。这种忠义的精神让后世的人都特别佩服。而且关公的义气不光是对刘备，他对朋友也特别讲义气。比如华容道放曹操，虽然这是个有争议的事儿，但也体现了关公的义气。他念及旧情，放了曹操，这事儿也让后世的人觉得关公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再说关公的脾气虽然有点急，但他特别讲道理。他对待老百姓那是和蔼可亲，从不欺负人。在荆州的时候，他还帮老百姓修水利，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好。这种仁义也让大家对他特别感激。那么关公的信仰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还得从唐朝说起。那时候佛教特别火，天台宗的创始人智积就在湖北当阳的玉泉寺里头供奉关公。为啥呢？据说智持在玉泉寺附近碰到一个神秘的神灵，自称是关公。这关公还特别大方，直接送了块地给智持建寺。智觉得关公这人靠谱，就把他当成了佛教里的护法伽蓝神，还在寺里建了个显烈庙，专门供奉关公。从那以后，关公就开始有了神的地位。到了宋代，关公的地位就更高了。970年的时候，赵匡胤表彰了23位古今忠臣义士，关公就在其中。这下关公的名声就更大了。1013年，朝廷还出钱修缮了玉泉寺的显烈庙，这事儿就更正式了。到了宋仁宗时期，关公又成了武成庙的从祀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关公正式被官方认可，成了国家祭祀的对象。1096年，宋哲宗还赐给玉泉寺显烈匾额，这待遇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北宋末年，战事多了起来，徽宗皇帝为了对抗北方民族的入侵，直接封关公为忠惠公和武安王。这下关公成了国家的守护神，显烈庙也成了官方祈愿的地方。每次打仗，皇帝都会来这儿祈求关公保佑胜利。南宋的时候，关公的地位也没掉，南宋皇帝继续加封关公为壮缪义勇王。不过那时候诸葛亮也被封了威烈武陵人纪王，所以关公也不是唯一的国家守护神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关公为啥能这么火？其实这还得感谢晋商。晋商是山西的商人，他们特别厉害，靠盐业发了大财。关公是山西人，他的故乡解县还是当时最大的盐产地。晋商觉得关公是他们的老乡，又是忠义的象征，就把他当成了守护神。北宋的时候，商业特别发达，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。晋商靠着山西的地理优势，成了盐业的主力军。他们做生意的时候都会供奉关公，希望关公保佑生意兴隆。慢慢的，关公就成了商人的守护神。到了元朝，盐税更是占据了税收的80%，晋商的势力更大了。他们在全国各地做生意，建了好多关帝庙。这些庙里
不仅供奉关公，还搭了戏台子演关公的故事。老百姓通过看戏都知道了关公的事迹，关公的信仰就这么传开了。到了明朝，关公的地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始废除了武成庙，但后来万历皇帝特别看重关公。1582年，万历帝封关公为挟天大帝；1590年又加封为挟天护国忠义大帝；1614年更是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、神威远镇天尊、关圣帝君。这封号越封越长，越封越厉害。万历皇帝为啥这么看重关公呢？因为那时候明朝面临着外患，皇帝希望关公能保佑国家胜利。万历帝还在朝鲜建了关帝庙，让朝鲜国王在关公的生日那天祭拜。这下关公的影响力不仅在国内，连朝鲜都知道了。到了清朝，关公的封号更是达到了顶峰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关公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、仁勇威显、护国保民、京城绥靖、义赞宣德关圣大帝。这封号长到让人啧舌。清朝皇帝也特别推崇关公，觉得关公的忠义精神能激励百姓，维护国家稳定。除此之外，关公还被奉为武财神。为啥呢？因为商人觉得关公能保佑生意兴隆、财源广进。关公的忠义精神也让商人觉得他能保佑自己诚信经营，不被欺骗。所以很多店铺都会供奉关公，希望关公能保佑生意好。不过关公可不是唯一的财神，还有个文财神赵公明，他和关公一起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财神组合，一个保佑五运亨通，一个保佑文财广进，这搭配真是绝了。关公的传说可多了，最出名的就是夜读春秋的故事。传说关公在闲暇的时候喜欢读春秋，春秋那可是儒家的经典。关公读这个，说明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还特别有文化。后来人们就把他当成了文武双全的典范，很多读书人也来供奉他，希望他能保佑自己考取功名。别以为关公信仰只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可热闹着呢。在很多地方，关帝庙依然是香火旺盛，尤其是在做生意的人眼里，关公可是保佑发财的财神爷。他们觉得关公的忠义精神能带来好运，所以开业的时候都会去关帝庙拜一拜，希望生意兴隆。不光是生意人，普通老百姓也特别敬仰关公，很多家庭都会在客厅里供奉关公的画像，希望他能保佑全家平安。而且现在还有好多以关公为主题的文化活动，比如关公文化节、关公武术表演，特别有意思。关公的忠义精神那是千古传颂的，他那种对朋友的义气，对国家的忠诚，让后世的人都特别佩服。在古代，这种精神是大家追求的榜样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精神依然很有意义。不管是在工作上，还是在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这种忠诚和义气。要是大家都像关公一样，对朋友讲义气，对工作负责任，那这个世界肯定更美好。关公的故事和信仰已经传了几千年，一直没变。他不仅仅是三国里的英雄，更是我们文化里的一个符号。他的忠义精神让无数人敬仰，也让无数人受到鼓舞。希望关公的精神能一直传下去，让大家都记住这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